位慧密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集的节目内容主要探讨的有几个主题：一元宇宙论与多元宇宙论。第二个，宗教信仰里面分了两大系统，又是哪两大系统呢？认识宗教三步骤。接着，宗教定义之一，人朝向终极的转换过程，要进入高灵世界，最重要是要具备哪两个心呢？宗教定义之二，宗教不在高灵里，宗教就在生命里。让我们马上进入节目，听听辅仁大学宗教系郑志明教授的精彩解说。大家好，大家很高兴今天又来到了慧密书院，我是王胜文。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郑志明郑老师来跟我们在这个灵学讲座上面呢，再深入的来探讨。那我们在上一集了解呢，什么是生命？那老师呢，什么是宗教啊？老师用了一个水果的一个概括的一个理论呢，让大家很简单的了解了水果只是一个大纲，只是一个名词。那它下面带了什么水果，什么水果，什么水果，就好像宗教，它只是一个很概括的一个名词，它下面有天主教、基督教啊，这样子大概一个概念。那可是有一件事呢，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我们知道了这个宗教的大概的名词之后，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到达它终极的目标，人生终极的目标。你有了宗教的信仰，那目的在干嘛？你总要有一个终极的追求，终极的目标。甚至呢，你今天你是一个灵机啊，我们这灵学嘛哈，你是一个灵机，你天生富有了这些的这个灵力之后，你的目的在干嘛？甚至你是哪一个宗教，你的目的在做什么啊？那是不是请老师呢，在这个终极这两个字呢，再帮我们详加的了解阐述一下？终极这个词啊，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就是在说明有一个无限的生命的存在，只是这个无限生命的存在发展到各个宗教，他们就建立出各式各样不同的信仰的对象啊。那么在基督宗教呢，就称之为上帝，认为所有的生命最后的终极就是上帝，而上帝呢，就是造物主，他创造的宇宙，创造的人类，所以这个基督宗教就找到了一个最高的终极，那个终极呢就是上帝。好，佛教呢，它的终极呢就是佛啊，所以人生命的最终就是要去成佛，而佛才是最高的生命的终极内涵。那么道教呢，它的终极呢就是道，或者就是仙啊。道的话就是宇宙的终极，那么道生天地生万物，还有仙是人最高的生命形态，所以也是终极。那儒家呢就讲成圣成贤啊，所以儒家讲圣人，讲贤人，或者讲圣贤。那圣贤呢也是一个最高的终极啊，所以终极啊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啊。那我们一般民间信仰啊，就通称为叫做神啊。那神也是终极啊，所以你要问说那终极指称什么？还有这些各个宗教不同称呼的终极，他们是不是相通的？这也是经常有人会问的。至于相不相通这也是很难说的，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有他自己的话语系统，形成了他自己的教义体系，因此每一个终极在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所以基督教有神学，佛教有佛学，道教有道学，儒家有儒学，都是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来叙述解说他们所领悟的那个终极的内容。所以终极的内容实际上各个宗教因文化的不同解释也就不一样。所以如果从话语系统来说，终极的话语系统是非常多样的，而每一个话语系统可能彼此之间
是不相容的。所以因此，这种不相容的话语系统所指称的终极，是不是一样的？好，回到形式，回到话语系统来说，当然每一个宗教的终极的解说是不同的，但是如果回到形而上的信仰的内涵来说，不管终极叫什么名字，终极就是终极啊。只是终极就是终极这个词啊，很不容易懂。什么是终极就是终极呢？因为终极就是最终的实体或者最终的存有，而这个最终的存有，每一个宗教都可以指称到那个最终的存有。如果每一个宗教都指称到那个最终的存有的时候，每一个宗教的那个最终的世界里应该是相通的啊。所以我们传统社会喜欢讲三教合一，现在喜欢讲五教合一。到了今天，新兴宗教百花齐放，我们比较讲万教合一。这就是回到那个终极来讲，那个终极也可以称之为一，而每一个宗教都是追求那个一。这就回到我们道德经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的万物可以回到三，可以回到二，可以回到一，而一又可以回到道，而道又可以是无穷无尽。所以东西方在理解那个终极，事实上就有很明显的不同啊。西方的上帝强调一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所谓的一元宇宙论。而我们强调的道可以有无穷深化，那就形成了多元宇宙论。所以因此呢，在宗教信仰里面，主要可以分成两大系统，一个就是类似西方基督宗教或者伊斯兰教强调的一神教强调的一元宇宙论，也就是宇宙最后归于一元，那个一元其实就是最高的终极，而那个终极就是上帝。而东方的宗教，这个宇宙它可以起源于道，而道可以无穷无尽的演化道可以变成天，而天可以变成3天、5天、7天，也可以变成多天形成了多天宇宙论那多天宇宙论就可以形成多天的天尊或者多方的佛，因此天尊跟佛就不是一，它可以无穷无尽这个就叫多元宇宙论。那老师讲了这个终极的这个目标跟特色之后呢，那我想一般的这个民众呢，甚至呢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些听众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想法？那我们怎么样要去终极的目标呢？我们怎么样去呢？我想这个是大家都想知道的。那是不是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讲一下？所以我想对宗教先做第一个定义什么是宗教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本质性的定义也就是我们判定宗教的一个方法。什么是宗教呢？就是人的生命朝向终极的转换过程。也就是什么是宗教？宗教就在于人朝向终极。所谓朝向终极其实也可以把它解释为人追求终极也就是人跟动物的不同，就是我们不只是一种现实的有限生命，而是我们会去朝向于终极，或者说我们会去追求终极。当然有些人也可能会嘲笑，就是人干嘛要去朝向终极？是，但是终极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无形的生命。当人有形的生命的时候，会发现无形的生命比有形的生命更好。那无形的生命为什么比有形的生命更好？有限是人最大的遗憾。当人有了肉体，就无法避免死亡；当人有了这身体，就无法避免的七情六欲。因此，当人有了肉身，就会痛苦与灾难不断。这样的有限生命有什么好？这样的有限生命就变成是一种有限
而无法终极。那有没有一个比这种有限生命更好的？那就是终极的生命，也就是无限的生命。那当我意识到了有一个比有限生命更好的无限生命，那我会不会想要去追求呢？这就是早期宗教的意识形态，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样。当人意识到我要去追求一个无限的终极生命的时候，我已经进入到宗教里面来了。所以刚才我说了，各种 New Age 的各种灵修团体，它本质上就是宗教。你怎么会说这些灵修团体不是宗教呢？那我常问啊，那不是宗教是什么？当你去追求终极，而你又说你不是宗教，那你不要去追求终极嘛。当你去追求终极，你就是宗教嘛。所以宗教为什么一定要有宗教形式？他们说我不是宗教，我不要宗教形式，我直接去追求终极。那么我要问啊，为什么宗教一定要有形式？为什么不能说我追求终极，我就是宗教呢？为什么我追求终极以后，我还要掉落在形式的各种限制之中呢？这就是我们对宗教的一个最核心的吊诡嘛，因为我们对宗教的认知一直受到西方基督宗教的那种模型嘛，也就是说，水果一定要长得跟苹果一样，水果都要是圆的啊，那长长的香蕉就不是水果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形态？我一定要有入教的仪式，我才是宗教，这也很奇怪啊。为什么入教的仪式会变成宗教的本质呢？是不是？那我们要问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只要我去追求终极，我就是宗教嘛。那这些灵修团体哪一个不是追求终极的生命啊？不然你在灵修什么？你不是在灵修你那最高的终极的生命吗？那你既然是在追求最高的终极生命，那你又为什么说你不是宗教呢？那这个就是宗教这个词在现在社会里面实在是大家都莫名其妙的产生了很多意识形态的纠葛。所以啊，我们很难跟人家讲宗教啊，一讲到宗教就开始吵架。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宗教定义啊。那定义不同，那就只能吵成一团啊！你为什么要在宗教的定义里面吵架？你为什么不能超越定义，回到那个终极？回到终极还有什么好吵的呢？那回到终极，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转换。所以任何的宗教都是在教我们怎么去转换，从有形的生命能够转换到无形的终极生命。对，那从这点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宗教，什么是终极的目的，就是把有形的生命转换成无形的生命，甚至永续绵绵不绝的。那可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想问老师的就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呢，很多一般的普罗大众呢，他们都会知道有一个灵界媒体在这里，可能可以教大家转换，就是我们所谓的灵机或我们的导师或我们的老师。可是老师会不会知道一件事呢？这些灵机老师导师呢，他们也常常会对这一方面有些迷惑。我到底我学的是谁呢？我拜的是谁？甚至我的力量是与生俱有的，那我的目标在哪里呢？那趁这十几分钟的时间，我想也有很多的这个老师灵机都在听老师在讲甚至呢都在追星一样的在追这个节目。所以我想请老师呢趁这个时间呢可以教导他们一下，好吗？不只是我们东方社会，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灵，也就是说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终极。西方的New Age 新时代运动里面，他们也形成了很多的高灵，而这高灵下呢，也创造出很多的修行的灵修方法。所以我们本土的各种高灵，再加上西方来的各式各样的高灵，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高灵的一个信仰世界里。也就是说，宇宙中有各式各样的高灵，而这些各式各样的高灵其实都代表终极的灵体，而终极的最高存在，它本来就可以是多样的。所以我们常讲，当你走入到终极的灵体世界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包容的心，
第二个，你要有谦卑的心，你要意识到宇宙的高龄其实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代表道，也代表高龄。所以每一个人如果努力的去开发自我的生命，你也可以成为终极的自身。从这样的观念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包容任何高龄的存在也不要认为我自己就是最高的。其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就是一个我们东方信仰的一个最高的一种形态。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东方社会可以形成各式各样的高龄，同样的西方社会也可以传入各式各样的高龄在这样的一个高龄的时代里面，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宗教呢？好，我对宗教又有第二个定义。什么是宗教呢？我们回到我们生命的本身来讲，那么我们的生命有3个过程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生命；第二个，我们要体验生命；第3个，我们要成就生命。好，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对宗教的一个最新的定义也就是说，宗教不在任何高龄宗教就在生命里面当然，高龄的形态有很多我们下一集我们可以再来谈各式各样的高龄见过的什么样各式各样的文化。但是高龄其实离不开每一个人的生命，甚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道的化身，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终极的展现。因此宗教是什么？任何的宗教都要教导人回归到自己生命的原点，来开发生命，来成就生命第一点就是要先认识生命。任何宗教的教义体系，它最基础的都是要教导人生命是什么，也要教导我们生命从哪里来。不管我们生命是从上帝来，从灵界来，从什么种种来，人的生命就是跟动物不一样，人的生命就是一个永恒超越的主体。而这样的一种信仰，早在几万年前，人类就已经意识到了，人的生命就是终极而宗教就是要教导我们去认识这个终极的生命。好，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有多少人知道我们要摆开这个有形的俗的生命，去追求圣的生命？有没有？有多少人可以告诉我？可能这个是很少的吧。您如果要问这个世俗的人有没有在追求我今天要多少的钱，我想这个可能会很多你们办这个神坛神降临下来，不是要救度众生，不是要让生命了解终极生命吗？为什么那么多众生在你们的启示教化后，他还是不了解自己的生命呢？对，所以说我想请问老师一下，如果像这种的情况，您是不是可以对这个，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都是有神坛，甚至他本身就是个乩身，那如何呢？我们来教化民众呢？我想这个是其实现在的这个很多的神坛在台湾最多嘛，那怎么样一个情况能够希望呢？他们得到什么样的知识呢？能够传达出去？我想这个是老师的专长。神坛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神坛就是代表终极的存有，不管是什么样的终极的生命降临，它就是代表终极。而神坛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就让人懂得去亲近终极，而在终极中去认识自己的终极生命。所以设神坛就是要展现一个终极的生命在那里，而且要透过仪式来帮民众化解的各种生存的困顿以后，不就是要让众生去领悟到，原来是因为有终极的存在，我的生命才有了一个依附，有了依托，而我有限的生命就是依附在终极的生命你们办了那么多的这个盛事，然后服务了那么多众生，众生也来神坛问了那么多事，
最后他怎么还不了解终极的灵以及终极来救度众生他的使命呢？这原因就是你没有去教育他们嘛。没有教育他们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到最基本的第一层认识生命。所以你要开示的时候，就是要告诉众生来问的各种事以后，你要亮在你相信神吗？你相信那个神的终极是来救度众生吗？你懂得神救度众生的宗旨、使命跟目的吗？这些不就是认识的基本吗？这样的认识你要去教育啊，你要去教导他。如果你没去教导他，最后你只是依附在他的世俗的需求，问完事以后他依旧还是世俗的，那你摆一个神圣的神坛那你干什么？俗跟圣还是二分的。那俗的人不能去认识圣，那个圣的神坛有什么用？是不是？这个老师这样说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同好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神坛，有些道场。那现在碰到的问题好像都是这些就是每一个世俗的人，他们来求的就是身体的平安，然后家庭的幸福和谐，然后就是求财。那可是呢，求完了之后呢，如果相当灵验，就代表这个神坛是有效的。那可是呢，如果不灵验，没有快速的发展，他就觉得这个神坛可能他就要到另外一个神坛去了。现在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一个现实面。那我想请老师再教导一下我们这些神职人员，我们也可以说是神职人员了。那他们要怎么，甚至可以说怎么这样去经营这个道场，甚至怎么说去教导民众呢？其实你们没有尽的宗教的责任也就是说，神坛存在只是让人家满足世俗的愿望，但你没有把它引领到神圣的终极的领域里面来。所以也就是说，你没有让这些众生认识生命，认识生命的终极，也没有让这些众生从世俗中去领悟到那些终极的灵为什么要来人间救度众生？救度众生的宗旨是什么？你没有去尽到开导的责任嘛，所以你连那个宗教的第一层都没有做到嘛。第一层认识生命，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你们来为什么神明会来救度你们各种生存的苦难，那就是让你们知道你有限的生命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生命的存在，你至少要去认识它是存在的。然后认识了以后，到第二层你要做什么？理解生命。理解跟认识有什么不同？认识只是我了解了，理解是我不只是认识你，我还要认识你之存在的种种，还有你所开展出来的各种体系。理解其实还包含的参与，我参与的过程中，我也参与的终极的存有。所以理解是比认识更高一级的。那么宗教不能只停留在认识，比如说我认识佛教，我认识道教但是我都不进去，那这个不是神坛也是一样，我认识神坛你认识神坛是来自于终极的声音。好，你认识了以后我只是有事气我就没事我就走。他认识了以后，他还是只是停留在他世俗的里面，那这种认识也没效。所以大部分神坛的众生最多的是不认识最高的呢只停留在认识，但是这个认识也没有用，因为他只是满足他世俗的需求跟渴望，世俗满足的他又不来了。真正的是要理解，原来你今天能够帮你解决各种世俗的疑难杂症，是因为有个终极的生命在那里启发我们。我们至少我们要去亲近这个终极的生命。当你懂得去亲近的时候，才进入到理解的第二个层次。所以你神坛，你第二就是让他来以后，他要常常来，而且你还要能够去开示他，能够让他对灵的世界有更深层的领悟跟理解。那这个教育就更重要了。所以我才知道一件事呢，因为现在听了老师的节目之后呢，我知道很多的道场呢，把老师的节目呢，一直放在这个道场里面给信众不能说信众，就是一般的民众呢，在那观赏在那听那反复的在那听，由简而难这样深入的研究。
那甚至呢，是不是就在利用这短时间，我也知道了老师其实这个慧命书院的最主要的意义内涵。那是不是请老师帮第3层还没有讲？第3层成就生命，那才最重要。你认识的、理解的，你愿意到神坛来参与各种圣物的服务，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自己本身要成圣，你自己本身要朝向终极，你自己本身要转换为神，你自己本身要转换跟灵最高的灵，你自己本身要成为一个永恒无限的生命。这就是你这一世永恒不断的追寻，而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宗教就在这里面。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请老师再帮我们开示，谢谢老师。由郑教授在节目当中的精辟解说里，我们可以知道一元宇宙论与多元宇宙论主要可以分成2大系统，一个就是类似西方基督宗教或者是伊斯兰教，他们所强调的一神教强调的一元宇宙论，也就是宇宙最后终归于一元，而那个一元其实就是最高的终极，而那个终极就是上帝。而东方的宗教宇宙，它可以起源于道，而道可以无穷无尽的演化，道可以变成天，形成了多天宇宙论，多天宇宙论就可以形成多天的天尊或者多方的佛，因此天尊跟佛就不是一，它可以无穷无尽，这个叫做多元宇宙论。宗教3步骤：认识生命、理解生命、成就生命。感恩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按赞、订阅、分享。